张大铁向我家的外国人发出了他的警告：外国人的狂野和松弛不适用所有人，并且不能没有底线。我们出去旅游之前，张大铁的老师就跟我沟通过，说这孩子吧啥都挺好，就是过于胆小谨慎了。那春天都到来1个月了，班里就他一个孩子非要穿秋裤，还得穿俩，你少穿点吧，张大铁。不行，早晚凉，早晚凉。我一听，我也觉得张大铁啥都有点太像小老头了。我觉得他吧，要是能和俺家那些虎了吧唧的外国人中和一下就好了。我就劝他，我说张大铁，你看你爷爷奶奶，他俩60多岁了，活得比你都年轻，你呢，能不能也跟他们学学，活得年轻一点，虎一点，轻松一点？然后我们就去旅游了。到了三亚，我们住的酒店有个大泳池，半夜3点，我公公布兰突然要跳水。啪嚓一声，给张大铁都崩醒了。张大铁以为他爷要自尽呢。第二天到了海滩，布兰就跟拿铁说：“拿铁见到水就得跳，往水里跳的一瞬间是最爽。拿铁跳！”张大铁思虑再三，他爷他奶看张大铁落水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太好笑了！没事，拿铁你不冷吧？看你也不冷。”到了猴岛，他爷告诉他，拿铁跟猴打招呼需要激情。张大铁决定，那我也试一下。张大铁是真够努力去融入他们了，就连这几个老外非要跟张大铁比吃冰，他都硬着头皮加入了。这个拿铁不行，我怎么不行呢？Delicious。哎呦我的妈！Yummy。妈妈，咱们这么吃，还是会拉稀吧？结果不到5分钟，真拉稀了。为什么我吃完能拉稀，外国人不拉稀？是不是也拉到裤兜里了？我就是不吃。到这儿甚至都还好，但是下一件事踩到张大铁底线了。这出门旅行啊，孩子会出现各种情况，要准备的东西可太多了，之前就很头疼。还好有京东，现在京东母婴一站搞定。推荐京东宝贝趴，每满200减30，新生儿尿裤免费送，奶粉28天新鲜直达，为亲新生儿奶瓶只要49。那啥事儿这么严重，踩到了张大铁的底线呢？我们回到北京，乍暖还寒之时啊，这一家人带张大铁出门之前，就非要一起围攻他，不让他穿秋裤，让他加入他们一起穿短裤。这些外国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话术。拿铁只要上身暖和就行了，腿是感受不到冷的。张大铁对他们的歪理表示很质疑，我就说，要不咱就试一次呢？秋裤妈给你带着。于是裤衩帮出发了。关门，我太冷。这家百货，他们要是不等他们穿棉袄干哈呀？他们说腿是感觉不到冷。他说啥说啥，我腿感觉冷。你们俩别说话了。这个家呀，没有张大铁真得散。我带着我公公婆婆出来旅游，才1天，我公公现在说啥要找个中国老伴。我们先到了西安，因为我公公布兰想看兵马俑，我比他们晚到1天，我就把钱给温迪了，让他订。温迪觉得120块钱一张票太贵了，自己上网找了个兵马俑平替，门票20。第2天就给大伙全拉去了。到了地方，布兰就产生了第一个疑惑：这个世界闻名的景点咋没人呢？别想了，往里走吧。布兰陷入了第2个疑惑：这国外新闻里看到的兵马俑也没有这么多彩灯和高科技呀。再往里走，布莱恩的第3个疑惑：这价值连城的兵马俑，导游竟然告诉布莱恩可以随便摸。这不会了，这太可他们的头都是可以动的，因为你是多放钱。我你的吧。到这儿，布兰彻底明白了，这都是温迪干的好事儿，这已经让布兰心里很不爽。但是还好，西安有很多好吃的，给布兰香完了。但是温迪非让布兰陪他吃肯某鸡。以前的布兰吧还会哄着，但是看完假兵马俑，布兰成了真爷们儿。头1天还顺从呢，今天突然鼓起勇气告诉温迪，我要吃凉皮。温迪说，我要吃炸鸡。你是我老头，我老头就要陪我吃我喜欢的东西。布兰说，要不你就换一下你喜欢的东西，要不你就换个老头。温迪气得扬长而去，自己吃鸡去了。第2天我们又出去吃饭，温迪说要喝冰水，这餐厅没有，温迪就让布兰必须领他出去买冰水。温迪在那边，我要冰水，我要冰水，我要冰水。布兰助听器一摘，热水一倒，任温迪说啥都听不见，给温迪一个一条龙服务。真香！哎呀，饭吃完一抬头，温迪没了，完全找不着，我们都着急了。我让布兰找，布兰说我不找，有缘分，北京见。 We will see her in Beijing then。我说北京见啥呀？我还在他手上呢。我们就开着车沿路找啊，转了2圈，最终大胖媳妇在一家冷饮店的玻璃窗里看到了被拐儿童张大铁。
不出门吧还不明显，一来中国这俩人是花钱吃喝收拾屋啥都别进。比如做家务时候，温蒂就拿吸尘器，布兰已经熟练整上云晶洗涤机，用完你歇着，他把剩下活全干了。缠头发自己剪，滚刷脏自己洗。S3 Island 超自律，以前大胖媳妇见着污水箱就跑，云晶直接自律管理，不发臭，完事一拎一扔，看这地板锃亮没水渍。回到酒店直接就吵起来了。Eat whatever you want. I will just go somewhere else and I will meet you later. Fine, go there. What do I care? You're messing everything up. You're messy. 你买的什么 Wait and I wait and I wait while you eat all the spicy food.？Listen，你们俩别说话了，谁要说话先举手 ，OK？You like Chinese food? I like Chinese food. Don't 称句就行。You no like Chinese food? A little bit. Some things. You 可以饿着。 Cheese off the pizza. I eat cauliflower. It's bad. There's a difference between spice and 拿出你为什么生气呀？受不了了，他俩太幼稚了，太幼稚了。我们家所有老外都中毒了，只有张大铁没事。是什么帮他躲过了一劫？是他的中国胃。从我公公婆婆来到中国，就向我展示了外国60老翁老妪旺盛的生命力。每天这个蹦的呀，让河北都有震感。哎呀，我哪总这么疼呢？我脑瓜银子都疼。老两口就一直跟张大铁说话，张大铁就许愿爷爷奶奶能不能消停点。结果昨天突然如愿了，他爷他奶甚至还有载奥达都突然拉肚子，拉的特别严重。载奥达还算轻一点，布莱恩最重，连拉带吐，已经下不来炕了。去医院一查，说是食物中毒，但是奇了怪了，张大铁和他爸啥事儿没有，这就很蹊跷。载奥达说，这说明想知道是哪顿饭有毒，就要看哪顿饭我爸和张大铁没碰。名侦探载奥达就开始破案了。突破口还得是张大铁。最后我们仔细筛查，案件是这样的：昨晚7时许，温蒂说自己想家了，非要吃西餐。张大铁不想吃，跟他爸说让他爸点点面条。大胖媳妇差点就叛变了张大铁，说要不然就一起吃披萨吧。张大铁质问他爸 It's pizza amazing， 我到上面 amazing。张大铁的质问救了他爷俩的命。大胖媳妇和张大铁吃的面条，剩下的3个人吃的西餐。吃西餐的第2天全倒了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那顿西餐里边的披萨和薯条，大胖媳妇也偷吃了，唯一他一口没碰的是那顿西餐里的那碗沙拉。所以破案了，导致那3个人食物中毒的就是那碗沙拉。张大铁刚开始还是很心疼他生病的爷爷奶奶。这外国人生病养病的方式也是很抽象，就是把空调打到最冷，然后狂喝冰水。张大铁看着着急呀，跟他爸说，爷爷奶奶生病了，咱给他们查点粥。大胖媳妇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怎么查粥，跟大铁说，好的，咱俩也用中国文化孝顺他们一把。Later. Not here. I'm at porridge. Not here, look. I made your porridge. 你这是大饼糕吗？ What? 哎呦，我干不病，吃了没病。你这大米饭就拔凉的水。为什么我的舅舅有2个嘴？为什么我们要说舅舅？要说舅舅？我也赶紧往家赶，不然走不走的还好，我只关心孩子。当父母的不能全凭运气，还得有好医保、少儿长期医疗给我底气。日常意外小病、常见传染病的门急诊、大病住院、重病特区医疗都涵盖在内，保障超全面。马医保的好医保少儿真不错。没想到爷爷奶奶虽然60多岁了，虽然有病也要空调打到16度，还要狂喝冰水，甚至虽然喝完了大胖媳妇的孟婆汤，但是人命也太硬了。24小时刚过，康复了。张大铁享受了1天的清静，世界又重新聒噪了起来。他们太闹了，哼！我脑瓜仁子也疼。妈，你可以给他们点一个沙拉吗？爷爷奶奶躺了1天之后，比以前更欢实了。张铁学校第2天要办运动会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全要跟着去参赛，说要抱着张铁跳高，跳到外太空，撞击小行星。我不想去那个运动会。你要走，我们都陪你，好不好？张铁心如死灰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张铁自己走向了厨房桌上的沙拉。完了，温蒂马上就要带着俩女儿来中国了，但是这次我妈拒绝接待。对于她此次的到来，最受伤的是张大铁。我妈提出让张大铁自己留在北京陪她奶，张大铁的反应给我逗稀了。对于这次温蒂来呢，就我们的感觉怎么形容呢？我觉得大胖媳妇的形容非常准确。她昨天跟我说，我感觉我们迎接我妈的到来吧，那个感觉有点像你们中国人过年放鞭炮，你又想听个响，你又怕他帮着你。我说太对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想先在北京躲2天，让她先帮我妈。结果没想到，我妈坚决不接待。温蒂那边跟大胖媳妇打电话，1米之外，我妈跟我打电话。温蒂那边在聊她对东北澡堂子的微妙情怀。
我妈这边拒绝我拒绝的非常直白，我妈告诉我，去年温迪来那一下子，她走之后我吃1个月降压药，给我都吃长个了，今年还带俩，我不招待。局面这个尴尬呀，我都得拿电话上那屋解决。但好在温迪啥也听不懂，我就跟俩孩子说，我说这里边很复杂，咱们人这一辈子用3年学会说话，但要用1生学会闭嘴。你俩都不许随便翻译啊！翟小达说，好吧，拿铁，我真傻呀，啥我们呢？然后我的婆婆她已经买好了礼物，想表示对我妈招待他们娘仨的这个感谢。我没问是啥，但我个人觉得不如空手。但是温迪完全不知道的是，我妈跟我说，你别住我家，你就带着他们3个去住宾馆，钱我拿，我不招他们，我受不了他们闹腾。我说妈，铁岭咱家附近所有的酒店都不能招待外宾。我妈说，我就说你这孩子不会来事儿，不会办事儿，他们是不是外宾，那不前台说的算吗？你到时候咱说你提着2个果篮，你拎2箱牛奶，咱说你说2句好听话，你还不会吗？你给前台哄开心了，完你就说这仨女的是中国人，俺们娘俩沉默了5秒钟之后，我说妈，你好意思不？妈，你就忍心让我承担这一切？那老话说得好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老太太跟我算松口了，但转头就逼我2姨、我老姨、我大舅，让他们今年过节准备好，来我妈这认领外国人，一家必须认领1个。我老姨让我问一下温迪，她来了愿不愿意每天晚上给我老姨的孙子补英语？如果她愿意，她愿意收留他。我把这个问题传达了，温迪说她英语不好，反正最后一家认领1个外国人就这么定了。然后我在铁岭没有车，我还得求我爸，每天他们仨需要碰头的时候，我爸挨个站点接一下。我爸同意了，但他说中国的待客之道，整洁是礼仪，车里家里得搞干净。我打开京东让他挑，他一口气买了这些，说年底打扫都能用上。咱就说汽车用品还得是京东，年货节价格还划算。但我没明白洗车机搁家咋用，直到他这么用，最后这些事儿都算是解决了。但是我还是没忍住想逗一下张大铁。张大铁，今年过年你别回铁岭了啊！为什么？你姥说的，今年过年你就负责陪你奶，你留在北京，不用回去了。他